已无退路，放手！我不放。你说过的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什么都不用怕。你离开这之后就可以自由了。你是不是理解错了？我所说的自由，是潇洒自在、逍遥世间，不是颠沛流离、逃亡一生，更不会带着这样一个死缠烂打的累赘。这么蠢，还不懂？我说最后一次，放手！秦云鹤，嘴上说的不算，心里的才是真话。你的心我很明白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为什么不说出来告诉我呢？没想到我如此厉害，哄得你对我如此喜爱。真心的话自然是有的，如果我不真心以心换心的话，如何换得你全心相许？但我季云河的心，从来都是给得出去，也收得过。这场玉娇大局早就该结束了，骗你骗到现在，我都腻了，你还不腻吗？还不写？那我便告诉你，我同你说的，字字句句，从未真心。你要不走，死在这儿也行。反正对我而言，你的死活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嘿，如果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多想多想。嘿，你要去哪儿？人只是。如果有来生，别太单纯。愿你的所长，去过眼地方，远离我，远离了悲伤。从此无需我忘却翻身，让你父亲说的没错，岸上全是假意。并无真心。这个最后，从此恨我，再也别回来。季云河，你身为万花谷护法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知道你这样做你会怎么样吗？我再清楚不过，我季云河的人何时轮到你们来动手动脚？大胆！今夜可真是热闹，晋角的仙姬亲自前来，竟敢违逆本宫之令，你是想死吗？听令？那也要看听谁的令。
先机仗着先师之势，想要事事顺心，但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向你证明，这世间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尽如你意。长意的一番好意，被你恩将仇报，生生安了个罪。今日你来的正好，你欠长意的，我来替他收回。一派胡言！姬成宇，替本宫杀了他，其余人下山去搜鲛人。是。我看谁敢！今夜过此崖者，诛！杀了他！给我杀了这罪徒！废物，都给我上！姬护法，收手吧。我知道你在为鲛人争取时间，但你快撑不下去了。既然我不能退，也不会退。还有谁？放箭！都给我放箭！报！讨厌他站着，他为什么还不倒下来？死了，他终于死了。姬成宇，继续派人去搜寻鲛人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本宫都要将他带回去。至于纪云禾，死了便死了，死了，本宫也要将他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
身上怎么会有九尾狐的灵力？九尾狐又如何？凡是违逆本宫之人都得死！来人，诛杀纪云禾，诛杀鲛人！本宫要断其仙骨，毁其灵丹！姬成宇杀了他！你若敢动本宫一丝一毫，本宫定叫你身形俱灭！仙非仙，狐非狐，有趣。你到底是何物？惊扰师父提前出关，徒儿有罪。今夜之事，不必再与人说，包括汝灵。那这玉灵是？这等新奇之物当然留着，带回从缉所。我要它成为一个秘密。是。汝灵。汝灵受伤了，为师先带他回去疗伤。是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云禾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父亲所做之事成了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云禾被仙师抓去，恐怕是没有活路了。云浩清，这就是你的好谋划。先在鹿泰山附近待一阵子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他。仙师有令，此犯秘密关押，消息不得走漏。另外，再多派一些人去崖下找那鲛人，否则仙姬醒来是要问责的。是。这里是仙师府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世子，你断尾了，脚珠也没了，我的灵力不够给你治疗，这怎么办啊？是谁？你干什么了？是不是你伤害我们家世子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！果然是你。追兵应该很快就到了，我刚刚给他止了血，赶紧带他去山下的客栈休息，那里是凡人生活的地方。仙师府的弟子不便大肆搜查，迟一些我会来与你们会合。谁？为什么？你无需知道太多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仙师府要杀的人，我定会救；仙师府要做的事情，我也定会阻拦。我来找他，是因为他就是我空明的机缘。去西边看看，那鲛人被纪云和捅了一剑，跑不了太远。是。快！不是谁君和？纪云和就是伤我们家世子的。闭嘴！如果不想让你家世子断尾又断头的话，还不赶紧走！不是你一个人能行吗？管好你家世子。哎，世子。师兄，西边果然有人。金宁，你们先退下。师兄，退下。撤。当年一别后，你毫无音讯。如今却突然出现在鹿台山脚下，这应该不是碰巧吧？空明师兄，不敢当，我早就不是你们仙师府的人了。师兄可曾见到仙师府正在追捕的鲛人？见到了，人是我放走的。那又如何呢？不必再徒劳了，我是不会让你们找到他的。话也说完了，我该走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要与师父为敌吗？师兄，回头吧。当年你药理阵法双绝，至今仙师府无人能比，你为何要叛逃？你只要低头认个错，师父宽容，他一定会带你如初的。程宇，我一直以为你看人看事通透，可没想到时至今日，你还是没有看穿他的本性。我自幼就被师父收养，他对我恩重如山，视我如子，这就是我所见到他的本性。若有人妄图加害于他，我定不会轻饶。于仲，孔明，程宇上仙，这是要捉拿我回去吗？你明知我绝不会对你出手，那就盼着以后再无相见的可能吧。程宇失职，鲛人仍然在逃，还请师父责罚。你要向为师汇报的，仅仅只有这一件事吗？弟子确实放走了空明师兄，甘愿受罚。
弟子相信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总有一天他会迷途知返，再次成为师父的左膀右臂。兄弟人伦，人之常情。你与空明同时入府，当年他待你如同胞兄弟，你会心软，无可厚非。但前路是劫，亦是道。他既然选了他的路，你就要坚守好自己的道。若有一日逆道而行，终究还是敌人。程宇誓死追随师父，绝无二心。区区鲛人丢了也无妨，倒是那个新奇之物啊，颇为有趣。来，陪为师去看看。鲛珠的气息已经平复，长野，你可是安全？想不到威震四荒的仙师竟然屈尊亲自来见我，但我还是更喜欢看到熟悉的脸。程宇上仙，长意抓到没有？未曾。我就知道，他福大命大，不会成为谁的池中鱼、笼中兽。天算何尝抵得过人算啊？你知道崖下有溪水，鲛人坠崖入水，虽然有些痛苦，但总归有条生路。苦心谋划，隐忍果决，你很有趣。既然仙师已经看穿了我的布局，想必你也是喜欢谋算之人。那仙师不妨来算算，我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。程宇，明日给他备些食物。要肉？你们仙师府号称统领四海八荒的御灵师，地位尊崇，自然这从基所之内的待遇也不能太差，不然说出去多丢人啊！继护法，御灵师乃修行之人，无需饮食，即便是要进补，也都喜清淡。为何你这般喜荤食啊？最近不知怎么的，嘴巴淡淡的，偏偏想吃点肉。随他便是。是。仙师，按理来说我是犯了大不敬之罪，可你将我抓来，既不杀我也不上刑，你到底图什么？图个好奇，我就想看看这万花谷里到底是谁在玩什么新奇的花样。万花谷在您的治下无聊了数百年，能有什么新花样？你呀。天仙地仙，乾坤两极之力，相斥亦能相容，有意思。林苍兰的打算被他看出来了。师父，好生养着他，其他的事情日后自见分晓。是。程宇上仙，多谢你告知我长意的消息。上仙也是颇有义气之人，早知当初我就不该算计你，也不知仙姬她没有怪罪过你。当时是我下手没了轻重。这个你不必担心，仙姬有师父护着，只是鲛人逃跑，非常生气罢了。那他有怪罪万花谷吗？并未。师父告诉仙姬，是你带着鲛人一起逃走的。仙姬眼下只是着人抓你跟鲛人罢了，并未迁怒。你说你们这位仙师瞒上瞒下的关着我，难道真的只是图一个好奇吗？继护法，我劝你少惹事端。仙师不怒自威，寻常人不敢惹他，怕他，这正常。那你怎就不寻常了呢？寻常人是怕惹怒了他，便会落个灰飞烟灭，可我不怕。你不是恶人，师父也不是。你听我的，只要好好配合，师父定不会取你性命的。你不知道这跟谁杀不杀我无关，只是我自己的命数不多了。但肉还是要吃的，酒也要喝好的。被关的日子不好过，能体面一点是一点啊。等着吧。
一群没用的废物，连个半死的鲛人都抓不住，还好意思在仙姬面前丢人现眼？还不快滚！是，你也滚！走！哎呀，谁也不长眼！参见天君，小仙多有冒犯，求天君恕罪。都下去吧，本君要和姐姐说说话。汝君，你怎么不在天庭待着，又要来给姐姐送什么呀？这是地修树花果熬制的汤药，姐姐饮了可心平气和。你这意思，开始嫌弃姐姐脾气大了？姐姐受了伤，若总是动怒，只怕会有所反复。姐姐，这世间有趣之物众多，又何必执着于那个东海鲛人呢？过几日我去桃林给你摘仙桃，可好？这四海八荒，何曾有本宫得不到的东西？更何况如此被人违逆。汝君，你乃天君之尊，处事竟如此优柔寡断，往后如何立威？弟弟以为，万物生生不息，自有规律。姐姐，也不该横加强求。够了！明明是那纪云河和鲛人伤我在先，你不替我说话，竟还劝我忍气吞声。当初你的元神被温养于菩提树中，是姐姐日夜看护，护你长大，这些情谊你都忘了吗？姐姐，是谁惹怒了汝灵啊？师父。宁清见过天君。啊，仙师不必多礼。姐姐她……师父，你怎隔了这些时日才来看汝灵？汝灵伤口伤得厉害，可想师父了。没有伤到脸，甚好。为师已经传令加派人手捉拿鲛人，汝灵不必忧心。看吧，你虽是我弟弟，却根本不如师父懂我。我今日来就是为仙姬抚琴清心，有助伤势复原。若天君有雅兴，不妨留下供赏。仙姬是我的弟子，我自然会助他疗伤。天君，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？仙师，姐姐此番受伤，实乃她仗势欺人，自身之过。本君自省，平日里对她骄纵太过。可是仙师身为姐姐的师父，理应肩负传道正德之责，应当劝解管束才是，又怎可纵容？天家威仪不可侵犯。仙姬此举，我觉得无妨。天家威仪，首先应当端正自身，恪行表率，不是吗？仙师事务繁忙，姐姐如此久居仙师府中是不妥，还是让本君将她接回天庭，再另寻明事吧。天君是觉得宁清德行有亏，德不配位。仙师想做什么？竟敢以下犯上，藐视天宫威仪！哎，仙师，天君授课之时将至，我二人来此，接天君回天宫。原来是雷泽、飞廉两位神君啊！在下刚刚跟天君只是谈经论道而已，如此便不叨扰天君了。
可是姐姐那边，仙姬伤势未愈，不便来去，还是留在仙师府多将养些时日。至于仙师一职，事务纷杂繁重，想来还是由我为天君分忧可好。誓言虽说德不配位，但能力不足，就算居高位也未必长久。天君觉得宁清所言可对，天君，还是让我跟他过几招吧。我老来拼却老命，也帮你出了这口恶气。哎，天君，走吧，天君留着你这条傻命还有用。天君，天君！天君，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仙师那家伙有何可惧？不就是灵力强一些吗？哎，我有个办法，您跟我学雷法，一旦雷法大成，拍肚子就招来大日金雷，到时候一劈就把它劈成2段，如何？你个粗人，你的雷法需要金雷淬体，你这武将练练也就算了，天君是何等身份？四海俯仰，仙风气度，那是缺一不可，怎么能跟你一样被劈成一块黑炭，还拍肚子引雷，仙气何存啊？天君啊，还是随我修习礼法，以礼服人，方为正道。哎，是，就你这嘴厉害，你能把仙师给说死吗你？都说这菩提树内是夫君陨灭前留下的法宝，有了它，便能召出100万神兵与仙师抗衡。可为何他一直不肯从菩提树里出来，不肯承认我？是不是因为夫君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？我知道天君心急，但天君尚且年幼，也许是未到能驾驭法宝之时。先帝将您托付于我和雷泽，我们定当悉心教导，假以时日，您。假以时日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哎，别看我，我又没有拍肚子。我知道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这法宝大概成了。过来看，哎，过来看。何须神君？这个月是第3次星雨了。何须神君啊，你司掌布星之职，应当定寻天数。可你每次这么一睡，棋子这么一撒，人间便是流星雨，惹来大批凡人许愿，上达天庭。你可知道？我们这些斯文的神君，要干多少活吗？正所谓，天地有道，这场星雨，也算是机缘巧合了。道法自然，道法自然。何须神君，我来陪你下一局吧。天君也要寻找自己的机缘。哎，怎么样？他身为鲛人世子，灵力应当是超群的。可是现如今为何会被人伤成这样？难道我一直苦苦寻求的机缘，只是个绣花枕头？不是你才枕头呢！我们世子的遇水之术，那是东海之首，肯定是遭了你们岸上之人的暗算，要不然不会落到如此境地的。反正对我而言，你的死活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世子，你终于醒了，都怪啰嗦，怪啰嗦不好，啰嗦来迟了。王上要知道您伤成这样，他得多伤心啊！啰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岸上找您啊，为此学了好久岸上语言呢。您不知道，
自打您失踪之后啊，王上他焦心震怒，派了好多人到岸上找您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您到底去哪儿了呀？这是哪儿？他是谁？这儿是人间啊。至于此人，他说他叫空明，之前呢是个御灵师，但现在呢又愿意帮咱们对付御灵师。我觉着啊，他长得不像个好人。啊，对了，他还说你是他的什么机缘，我没听太懂。我倒是很好奇啊，我游走这世间多年，又是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御灵师，可以让你这尊贵的鲛人世子甘愿断尾，为其献出鲛珠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些御灵师追咱们的时候，说有个叫纪云河的人捅了你，是不是他害的你啊？这个人对你可真够狠的。哎，你看，就连这海螺都捅穿了。这个海螺虽不像其他法器那么珍贵，但听说它能听到海的声音。希望你在孤独无依的时候，它能够让你开心点。世子，你把这海螺一直放在胸前，是不是特别想家呀？不过你放心啊，等咱们回到东海，王上肯定会为您报仇的，教训那些抓您害您的御灵师，尤其那个叫纪云河的。世子，你肯定是饿了吧？我去给您做些吃的，啊。你要去哪儿？人知心人抬头望，留不住的光亮黑。刚被救活，又要去寻死？愿你的所长，去光艳地方，远离我，远离了悲伤，从此无需忘却繁盛，让遗憾不生长。愿你从此无所怕，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。追逐着海浪，捉不住的光，任有光依然回响。世子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原来是为情所伤，才会如此绝望啊！仙师傅害你至此，其心可诛。你救我，我自当感激，但你总是戳我的痛处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你我应当志同道合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世子不必紧张，我已经不是御灵师了，我现在只是一介普通的药师而已，与你一样被仙师傅缉拿，所以世子是否愿意同我一道，共抗仙师傅？不愿。被御灵师残害利用至此，你心中无恨吗？你我若合力对抗仙师，不是没有希望的。你救我，是为东海之理，不也是利用吗？你的救命之恩，他日我一定报答，但我不想再陷入纷争，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乡被卷入乱局。世子，那金莲计指向于你，你命定是我对抗仙师的机缘，应该通晓大义，不应该只有此般眼界。仙师祸心，迟早会蔓延四海八荒。你以为你躲回那东海就可以与世无争，不理世俗，独善其身吗？我不知道什么金莲，也不知道什么机缘，我只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找错人了。啰嗦，我们回去。与我同道之人，不能是被情所困的软弱之徒。也罢，既然如此，我不会强求于你。那就但愿世子真的可以逃离这世间的烦忧吧。哎，世子，别听那个空明虚张声势，
等咱们回到东海，王上肯定想办法帮您修复鱼尾，到时候咱们永居海底，绝不上岸。走走走。看来我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被囚禁的命运。大尾巴鱼，你被关着的时候也是这般无聊吧？大尾巴鱼，快点回东海吧。等到了东海，便是你的天地。管他什么仙师仙气，能拿你怎么样？长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东海一定有办法可以帮你。长衣，长衣，齐云河，不要在这里惺惺作态了。纵使大荒倾覆，东海水劫，我也不会再原谅你了。唯愿此生不复相见。何须神君，你以前与我夫君是故交，与他相比，我是否很无用？天君，为何如此说来啊？当年，夫君为保四海八荒，征战沙场，最后为镇压朱燕乱军，不惜深闺混沌，我却凌厉低微。明明知道仙师野心，却无法阻止对抗。眼见姐姐被他哄得屈居仙师府，而不愿回天宫，实在痛心。夫君的法宝不愿承认我，是不是因为我让他失望了？是德者昌，是利者亡。这世间福祸，谁又能自知呢？天君在忌惮仙师时，又焉知仙师不是在故作强势，心里也在忌惮着天君呢？我？我灵力、礼法都尚未大成，仙师会忌惮我什么呢？天君，可曾记得当年我陪您到凡间游历，点化过一名失意之人呐？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姐姐骄纵，起了对抗仙师的心意之时，见那人颓唐，感同身受，便多说了几句。有些机缘在那时就已经种下。世间万物皆有缘法，缘聚之时，因果自现。那是什么时候？神君，你怎么又睡了？缘聚到底是什么时候？缘聚之日。师兄，回头吧。当年你药理阵法双全，至今仙师府无人能比，你为何要叛逃？
只求速死，阁下不必费心。蝼蚁虽微，变为蝉，而隐露于秋风。腐草无光，化为萤，而耀彩于夏月。万千众生，不会有无用之物。若当真身怀罪孽，若能弥补一二，难道不会心安些吗？阁下定非凡人，敢问是？若想赎罪，路阻且长，但若耐心以待，定能寻得机缘。你可甘愿？在下九死不悔。东河，罢了，那就尽全力再去试一次。只愿那鲛人真的是机缘就好。洛洛。对不住，差点把你给忘了。好啊，你曲小星，竟敢惹到我头上来了！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你放手，我要去救云河。我不放。你再不放，信不信我把你撕成8瓣？你将我撕成16瓣也没用。那仙师是什么人啊？灵力那么高深莫测，2根手指头就能将咱俩捏碎。捏碎就捏碎，总之我不能看你们放着云河不管。谷主不是那样的人。谷主，你倒是改口挺快的呀！若不是因为林浩清，这件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糟。连仙师都被扯进来了。气归气，但你得承认，有些事即便没他，也改变不了结果。谷主他比任何人都想救云河，他现在就在仙师府外候着，只等一个机会，你就别去添乱了，啊！你怎么来了？给我走！你干什么？走！你别再假惺惺的了，一开始你就心存利用，现在何必要装好人？你说什么？我相信你才将长意交给你，可是你却一心将他送入虎口，对不对？回答我。是我让他回来，是因为我想要救你。我不仅是你的兄长，更是你唯一的亲人。我就想带你回家，带你回万花谷。从林苍兰把我当作魔道师那一刻开始，万花谷就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。你不过是把我从一个牢笼带回到另外一个而已。云河，让你待在我身边，就是扣上一道枷锁，是吗？我时日已不多，你何必再纠缠不休？林苍兰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你要继承大业，整个万花谷都要仰仗于你。所以别带我走，我不想再拖累别人了。我可不想死后还有人因我受苦，唾弃着我。先活着。走。你别犯傻了，这里是仙师府，出不去的。长意的事情我先不追求，你若真想弥补，帮我照顾好洛洛。林苍兰的儿子。兄长，他只是前来探望我而已，别无他想。
继护法信口雌黄的本事倒是不错。仙师，敖青只是担心师妹一时鲁莽擅闯仙师府，此事是我一己之过，我甘愿受罚。后生晚辈真是无知无畏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林苍兰的心思，阳奉阴违之事，我不喜欢。仙师说的对，林苍兰有这般下场，咎由自取。哦，那可是你的父亲。是，我不满他将云河拿来试炼，我更不满他违背仙师信任。如今万花谷由我接替掌管，会效忠仙师，绝无二心。哈哈哈哈！果然万花谷的人个个有趣。小乘大剑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留着他也只是好奇罢了。若万花谷无二心，我便不会杀他。谢过仙师。你不跟他走是对的。方才，你若和他离开这牢房半步，外面的法阵便会开启，顷刻间会将你们化成齑粉。所幸，你还算看得通透。既然防守这么森严，他是如何进来的？还有这结界，这么容易被打破吗？是你放他进来的？他在仙师府外盯了数日，毕竟是万花谷的新任谷主，行此鬼祟窥视之举，我甚是不喜。既然他知道你在这儿，不如早做个了结，免得他心生妄念。原来仙师早就看穿了这一切。我这兄长虽然平时只会惹恼我，但是他这一路走来不容易。今日他只是关心则乱，多谢仙师可以放过他。谷主，没事吧，谷主？林浩清，你没救出云河。他不肯跟我走。父亲说的对，我还不够强，现在的我救不了他。谷主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回万花谷。回万花谷？那纪云河呢？要回万花谷，你们自己回。天上地下，我只认识纪云河一个人，你们不救，我自己救。陆锦桑，在仙师府那种情况下，云河唯一的请求就是让我照顾好你。你要辜负他吗？云河，你等我，有朝一日，我定安然无恙地将你带出来。你再说一遍，那个万花谷的林浩清，昨日趁师父不在，闯入从极所，带走了纪云河。啊，府中仙师所见，千真万确。不过幸好仙师回得及时，已把他驱出仙师府了。那个纪云河不是带着鲛人逃走了吗？怎么会在仙师府？师父竟敢瞒着我，留下了那个叛逆之徒。哼，那纪云河最会煽风点火，定是他乱了仙师的主意。除了本宫，谁也不能左右师父的心。哼，好啊，本宫派人四处搜捕，
你竟然在这儿！你才知道啊，看来仙师待你也不像外界传言的那般亲厚吗？你们之间还是藏着很多秘密吗？罪徒，身陷囹圄，竟还如此不知死活！你想做什么？本宫为你准备了一物，作为你我重逢之礼。寒霜，哼，你还真是缺心眼儿。万花谷的御灵师身上会缺寒霜？我当然知道你不缺寒霜，但是浅尝辄止，又怎能与深入骨髓相提并论？本宫好想看看，你化为寒冰之前，脸上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。看来仙姬是懒得兴师动众，对我施雷法。不过这条命横竖也没几日，直接给我个痛快。你想要的痛快，本宫不是不可以赏赐于你。告诉本宫，你究竟对仙师说了什么，蛊惑他留得你一命？原来你想知道这个。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我自然不能告诉你我和仙师之间的秘密。都说你季云和善于御心，本宫还以为是个识时务的聪明人。你想要的痛快，本宫偏不给你。你几次三番忤逆本宫，不让你痛个几天几夜，难平本宫心头之恨。现在才给本宫下跪，晚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又变成了这般模样？你怎么来了？师父，徒儿听闻府中有大动静，与这丛疾所有关，心中担忧便来了。没想到，这正是我翻天覆地要寻找的人。徒儿要杀了他。不可。师父，他让我痛失鲛人，而且他还想要杀了我，这种人留不得。先回去吧。师父。汝灵。你要杀便杀，何必让他过来这样折辱我？你死不了。他给我打了这么多寒霜，怎么可能死不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九尾狐的灵丹，修仙之人灵力沿灵脉而行，寒霜一旦发作，便会冻结灵脉，凝止灵力，直至冰封全身。有趣的是，你身体里有2种灵力，而这2种灵力又互不消解，来回冲撞，竟未能把你撕碎，反倒生生替你打出一条新的灵脉，化解了寒霜。而更有趣的是，青书的灵力还在你体内结出了新的灵丹，林苍兰将你变成了一个拥有双脉和灵丹的怪物。原来，这就是他一心要完成的试炼。或许应该恭喜你，摆脱了寒霜的禁锢，这世间，你是第一人。恭喜！是啊，上天给了我好多惊喜，他给了我一身反骨，
却将我困在这牢笼之中。他让我遇见长野，遇见一个让我不惜以性命守护之人，却逼我将他伤得头骨失血。我本以为可以一死便罢，哼！现在却又告诉我，我死不了。我现在又死不了了。长野，我死不了。长野，那个纪云和是个什么东西？师父一向宠我护我，为何这一次会护着他？仙姬息怒，为了区一个纪银河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得。该不会师父当真对他？不可以，师父是本宫的，谁也夺不走。仙姬，禀仙姬，织造仙君已为您做好灵光裙，请仙姬过目。我竟忘了他。今夜去请师父过来，再叫人替本宫梳洗打扮。本宫要给师父一个惊喜。汝灵，胡闹！为何换了衣裳？师父，之前那身衣裳已经旧了，汝灵特意寻了一条交尾，就是为了做一身衣裳给师父看。师父，是不是之前汝灵任意行事，惹师父不高兴了？是为师的话重了。那汝灵想知道，为何师父要瞒着我，留下那纪云河？从今日起，他便是师父的要人。
只是药人吗？对。论是要炼药，汝林知道的法子也不少。从今往后，徒儿愿与师父一起共炼这药人。可。云禾，对不起。季云禾，本宫是不能杀你，但本宫多的是办法对付你。今日本宫倒要看看你这副硬骨头有多厉害。真是辛苦仙姬了，你这一番折腾倒是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你还是没能抓住长影。我告诉你，不管鲛人逃到哪里，都逃不过本宫的手掌心。顺德，你真的好天真，你好适合晚上数太阳，白天数月亮。大胆贱奴，竟敢骂仙姬蠢！我说了吗？这话不是你说的吗？你。顺德，你要是真有把握可以抓住长印，你来折腾我做什么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越这样气急败坏，就越说明你心虚，我心里就越舒畅。季云禾，本宫真的很讨厌看到你笑，今日本宫就要看到你哭。那恐怕真的很难如仙姬所愿了。但如果仙师再训斥你一次，说不定我会挤出2滴眼泪。当然，我那是笑出来的。至于你拿来试炼我的这些个东西，我连寒霜都不怕。你这些冰涌又能哪来？看你下那个样子，你可比这冰涌毒多了，他根本就伤不到你。但如果我能因此吓死你，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季云禾，仙姬，不可妄为。让开！称呼你一声师兄，你真把自己当好人物了。师父允我共炼这药人，你如此护着他做什么？难不成你真想做你师兄那般的违逆者？这回你终于知道痛了。天不语，换来寂静中自己。雾里看无尽，翻银行徒有名身边。随我深锁海底，天地间无散云开，与细情的尘埃，徐徐在为我等待。愿点亮世间星海，
吸入血脉。爱就是我自己。这副身子倒是比之前扛大了不少。我果然没有想错，你体内的鲛珠有奇效。你早就知道我体内有鲛珠。我听闻，这四海八荒当中，唯有东海鲛人的鲛珠有修复再生之能，就连失去灵丹，也能令其再生，生生不息，视为永恒。果然不假。所以你就让顺德对我施以酷刑，想要看看这鲛珠的修复之力。果然。师徒二人其心之黑，一脉相承。鲛人为你做了这等好事，你应该庆幸。你的存在，四海八荒从未有之，书吏自然要悉心以待。我让汝灵回去了，你可以休养一日。仙师，有一件事我很好奇，你们究竟是看惯了残忍，还是习惯了恶毒？难道做这些事情你们从来都没有动摇或者感到悲哀吗？我也曾问人这样的言语，但从未得到过回答。难道仙师也曾经陷入过如此困窘绝望之境吗？大尾巴鱼，又是你的鲛珠在庇佑我，也好，顺德日日折磨我，便是因为你还平安。我这条命还真是硬啊，这么折腾都没有死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挺挺吧。本宫费了这么多的力气，他为何还不向本宫低头？仙姬息怒，那纪云禾就是一个低贱要人，您何必去那种肮脏地方与他置气呢？所有人都应该向本宫臣服，凭什么他是例外？本宫要让他九回肠断，摧心剖肝，再也笑不出来。你说有什么能比他的肉身、性命、自由都更为重要的呢？世子放心，我已经传报了教皇，王上应该马上会派人来接您的。皇上神通广大，等咱们回到东海，您先养好身子，等养好身子，咱们再想办法报仇雪恨。不对劲儿啊！蛟王率众违逆，罪大恶极，如今只是封禁东海，将其一族永生困于其中。哼，真是轻饶他。仙姬神机妙算，早就猜到你逃脱之后必会回来东海。本仙使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？你们想封禁东海，还想在此掳走世子，简直是笑话！你们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？皇上不会饶了你们的。哦，有理，但是蛟王到底会不会饶了我们呢？要不你们亲自问问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蛟王抗命，打伤一众仙师府弟子，罪不可赦。以遵仙姬之令，授12道仙师金符，碎仙骨，
段仙根，就地处死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哼！卑鄙！安孙世子，都给我上！别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！皇上的权杖。竟然是你，仙师府的叛徒，来得正好，将你一并拿下，更是大功一件。再动灵力灵丹破碎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师尊，师尊，跑了，跑了，废物！常一婉，常一婉，你回来了。父王，你之前教导我，不要上岸，不要清醒，是我一意孤行，沉溺幻想，抛弃了责任，闯下大祸。顺境修力，逆境修心。这是要成为一个王者的必经之途。父王，你是要离开我了吗？我如海水一般，会永远陪在你身边。哪里有水，哪里就有父王。教祖的未来就交托于你了。父王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，醒了就好。王上的最后一丝灵力都留在权杖里了，护住了您的心脉，要不然您的灵丹尽碎，还是撑不过去了。是的，东海咱们是回不去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空明在哪儿？没死成。多谢先生再次相救之恩。他们就是设下陷阱，想让你往里跳。真正的焦珠应该早就被顺德拿走了，所以别想着再取回来了。能保住你这条小命就不错了。行了，那我就走了。从今以后，自求多福吧。我要复仇。我愿和先生一起，共同对抗仙师府。就凭你现在，
你曾经是鲛人世子，这背后有东海给你撑腰，可现如今你孤身一人，灵丹也破碎了，与我何用？如果我对你没有任何作用，那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你救我，是因为还相信我。那个金莲，是不是还在指向着我？也许这金莲指向有误。我知道为什么。你在世间行走100年，始终无法对抗仙师，是因为你身份尴尬，势单力薄，御灵师追捕你，其他的仙友也不相信你。想要对抗仙师，你需要助力。我就是你最好的助力。你？对。我会让大家明白，仙师和顺德一日不除，东海鲛人的命运，终有一天会落到他们自己身上。不是世子，你不要命了？你的灵丹现在仅靠王上的灵力维持，应该好好修养。若再随这家伙四处奔波，万一哪日碎了，那就无力回天。啰嗦，真是人如其名。清静多了。啰嗦。我的灵丹破碎，已成事实。但我想用这条残命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唯有联手对抗仙师与顺德，才能让仙界重返祥和安宁。我本以为你会就此消沉，从此再无转机的。顺境修理，逆境修心。为重开东海，悲剧不再发生，我没有退路，必须前行。相信父王也希望我这样做。先生，你可愿意带上我？你可愿意带上我们2人吗？那名叫做纪云河的御灵师呢？你也能这么看得开？那你又为何要一直对抗仙师呢？我自有我的目的，这你不需要知晓。你只需要知道，目的一日不达成，我就一日不会罢休。我也一样。背叛之痛，我永远都不会忘，它会一直提醒着我。从今之后，再无动摇。我发誓，终有一日，我会重开东海，让族人重返世间。好。我跟你说，我警告你啊！你要再这么对我，我就把你……我跟你说，再多说一字，我定不让你随从。我改。哎，先生，接下来你要去哪儿？天君上佑，虽然他对仙师很不满，但是神力不够。不过，这四海八荒，总还是有处可去。听闻天君去了仙师府，还跟仙姬起了冲突，可是因为仙姬在东海闹出的乱子呀。姐姐仗着仙师纵容，实在过分。我虽有心放人，但那结界是上古传下的巨阵，非同一般。一旦设下，便无法轻易解开。我有心，却无力。有时候，我真的很愧疚。若我能力再强一些，能压制住仙师和姐姐，或许许多事就不会发生。任重道远，欲速不达。人生如棋，乾坤皆在其中啊！天君还是想想这下一步棋该如何走啊！天君落子北处，意之何为啊？只是突然想到，南北2处御灵地，北渊之地受仙师荼毒更深。若我有朝一日能有与仙师相抗之力，定会设法从此处开始突破。也是，这北渊深处各路散仙众多，而且他们与仙师和顺德很是不满。由此方向去，我们可以结交很多志同道合的仙友。只不过，
南有万花谷，北有凌霜台。这凌霜台的掌舵之人是顺德的心腹，如果深入北地，少不了与其交锋。世子可否够胆同我一试？我听张仙使说，仙师傅对于先生的仇恨不逊于我。先生可够胆？危机或许就是转机。既然世子已决定，那罗索愿一路奉陪到底。上路吧。好。破解寒霜之法，皆系于纪云和一人。双脉，原来是双脉。谷主，什么是双脉？原来父亲在云和身上的试炼，让他拥有了双脉，这才破解了寒霜，也是他画符的原因。你的意思是，云和他不会死了？太好了，管他化成什么，他能活着就好，这也就是你最希望的。那既然找到方法，是不是能为大家都解了寒霜？你知道练出双脉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灵力？父亲和青叔耗费100年时光，耗尽毕生修为，才为云和一人打通双脉。就算父亲当日没有死于青羽鸾鸟和十方阵所造的伤势，他和青叔也命不久矣。那如果要救万花谷所有人，岂不是？没错，要牺牲很多无辜人的命。谷主，出事了，六云长老不行了。长老，长老，为何会这样？为什么这解药没有用？现在谷中议论纷纷，我只能搪塞说长老得了急症。六云长老还有救吗？谷主，去找个信得过的仙师，救命要紧。谷主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么快？天然无衰。谷主，你说什么？六鹰长老身患旧疾，已到了衰退之期，无法抵御寒霜，且未及时服药压制，遂暴毙。现在是六鹰长老，接下来呢，还有第2个、第3个，甚至更多。谷主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去安抚谷中，说六鹰长老因疾仙逝，不得往诣。去吧。是。仙姬还真是有耐心，折磨我数月，居然还没有放弃。本宫今日心情好，怜悯你对鲛人的一番魂牵梦萦，
决定送你一份礼物，助你一解相思之苦。美不美啊？不知道这焦王的鲛珠和你那宝贝鲛人的比起来，又如何呀？是的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你那宝贝鲛人啊，正是东海鲛人的世子。当得知他们的世子被本宫折磨时，整个东海都震动了。焦王还亲自上了岸，动了手，伤了仙师府的弟子，正好给了本宫杀他的由头。你有什么就冲着我来，为何要伤害无辜？唉，只可惜啊，这正主还没有抓到，本宫总觉得心头有些遗憾，只好与你分享了。哦，对了，东海现在也已封建，那鲛人这辈子再无藏身之处，不知道你那宝贝鲛人知道了，会不会怪你啊？我杀了你！季云禾，你终于笑不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本宫最喜欢看到你现在这副绝望又无可奈何的模样。但凡是和你沾亲带故的，本宫都不会让他有好下场。你有怨你就冲着我来，你别伤害长意，你冲着我来。再告诉你一件事吧，你那鲛人啊，现在正和仙师府通缉的叛徒勾结在一起，罪上加罪。现在整个四海八荒的御灵师都会替本宫去寻找鲛人，直到抓到他为止。到时候何止鲛珠，本宫要让他全身骨血磨成齑粉，与你共赏，可好呀？顺德，你放过长意。仙君，你放过长意，顺德，顺德。季护法，你何必激怒仙姬呢？服软的话，你明明可以少吃很多苦头。长意上仙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让仙师和顺德放过长意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何必为了一个鲛人做到如此地步呢？因为他是我仅存的一点美好。长意，你会不会很透了我？浩清，为父曾以为不赢就只有死，只有强者才有资格保护珍视之物。终有一日你要面对他，他太强大，如果你不变得无坚不摧，你就赢不过他。话已至此，你若仍坚守人善，为父便看看你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。属下拜见少谷主。不，如今应该称您为谷主。
伤势养得如何？多亏谷主当日并未伤及要害，而是将属下偷偷藏于此处，常以修为滋养。如今属下的伤势已经大好。谢少谷主不杀之恩。当日你罪责难消，若不以此方法假死躲避，便真要落得形神俱灭。只不过为了骗过云河和雪三月，我不得不下此重手，毁了你的半生修为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。我在养伤的这段日子，想了很多，也想明白了很多。我也知自己过往之错，更理解了谷主对祭护法保护之苦。不知谷主遭受了诸多非议，可曾得偿所愿？不必再提了。当时你甘愿为我付出性命，普天之下，我最信任的只有你了。有件事需要你帮我，跟我来。老谷主一直在利用纪云河对抗寒霜。父亲死前嘱咐过，若是此法有效，继续试炼。那这么说，谷主身上也有寒霜。思雨愿意献出毕生灵力，为谷主所用。父亲的做法，终究是以命换命。万花谷不该再有无辜者死去。可是如今好不容易寻到了寒霜的解法，难道谷主要弃之不用？父亲将万花谷交到我手中，我不会置之不理，只不过不是以这种办法。我会以天地药师之效代替乾坤两极之力，打通双脉。只是此法艰难，我需要一个全心信任、永不背叛的朋友。思雨愿如青书大人一般，陪伴谷主尽绵薄之力。效仿青书。你确定吗？思雨，我不会骗你，但我也不能许诺你什么。青书大人为父亲付出一切，到最后，也只是耗尽灵力，灰飞烟灭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谷主不必再说，思雨从无奢望，更无需承诺。我不愿你和青书一样，落到这般结局。此次对抗的是仙师，你若不愿就此离开万花谷，自寻前路，我不会阻拦。谷主便是思雨要追随的方向，思雨唯一所求，就是陪着谷主走完这条路。要同行此道，从明日起，你需重见天日。谷主，思雨，你没死啊？传我的令，当初思雨罪行皆为诬陷，如今大难不死，重归万花谷，以后留在我身边作为仙师，所有待遇同当日青书大人一样。还有，接下来他会跟我一起对抗寒霜。六鹰长老之事不必通告仙师傅，下次送来解药，把他那份留下，用以研究其药性。是。谷主若要留在谷中研究寒霜，那云河呢？就先留他在仙师府待着吗？生事多畏惧，命危于晨露。眼下万花谷危在旦夕，仙师虽暂时不会伤及云河的性命，但此人深不可测，我们不可轻举妄动。只有彻底摆脱了他的控制，我们才能无所顾虑地与其对抗，救出云河。
行了，先把思域之事通告全国。是。谷主当真舍得继护法受苦吗？以前我总责怪父亲，为何总逼我做出选择？为何不放我去追逐心中所爱？如今我才明白，这世间万事，哪能轻易两全？人之一生，总需面对选择，而我，终究是这万花谷的谷主。去前面看看。先避下。找到他们了吗？没有。去那边。如果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嘿，多想，多想。嘿，你要去哪儿？人知行人抬头望，留不住的光亮。今后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。大魏八月，对不起，终究是我连累了你。让遗憾不生长。愿你从此无所怕，无愧也无话，像萤火追逐着海浪。比昔日好多了。太好了。任由我依然回想。风卷卷落花，雨滔滔。你们教人的御水术还能空许啊？自由的欢唱，别再想起关于我的过往。这里繁华又盛放，如你般明朗，转眼过几万个光年，你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？今日又要辛苦两位仙友了。昨日的烙印，我看图案甚美，我提议右胳膊上也烙一个，左右各一凑一双，才算是圆满呢。原来是程宇上仙，失礼了。我原本以为仙姬只是一时义气，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恨你。你别说，他还真是横心卓绝。不过他的手下却已经黔驴技穷，想不出新招，每日都重复老花样，无趣、单调，实在是乏味。我今日来，只是想提醒继护法，仙姬派出去抓捕鲛人的仙师府弟子再次扑空。以仙姬的脾气，继护法怕是不会好受的。
他要是想来，我也是欢迎之极。我想念他，想念得紧。继护法是想念鲛人吧？我跟他之间已经好好道过别，就算再次见面，也只会是仇人。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，并无其他妄念。那这些小鱼呢？不过就是练练手，打发时间罢了。长野，若我能逃出仙师府，与你解释清楚一切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此地便是青丘后羿宜居之地了，也是北原之中离凌霜台最近的地方。那就是凌霜台。对，一边是游说盟友的好机会，一边是被抓住的风险。前方是福是祸都是未知啊。世子怕吗？若是想临阵退缩的话，还来得及。如果怕，我怎能走到今天？世子先生，这半年来咱们辗转了各处，走走停停，虽被御灵师追击，但尚可对付。可这里不一样，这里有凌霜台镇守，难免有一番恶斗。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这一路来，我们虽然结交了不少的朋友，不再孤立无援，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力量，想要对抗仙师府实力还是不够的。这北原之中，属青丘后羿、清玄一脉力量最大。而这虎王清玄在此地富有盛名，我们如果能游说他结盟的话，胜算会大了几分。凌霜台仰仗着顺德，行事暴虐。虎王清玄一脉，距离凌霜台最近，受荼毒必定不轻。苦难相通，人心相连，他们会和我们一路的。既然你们已经想好了，我罗索就不多说了。我只是担心世子的灵丹。咱们走了那么多地方，见了那么多能人，但始终没有找到修复灵丹的办法。如今王上灵力渐弱，灵丹越发不稳。世子，你可轻易别运用灵力了。有什么凶险之事，就让空明先生和我去做吧。好了，走吧。哎。台主功法过人，除仙师外再无敌手，比那个什么林苍兰强了100倍，啊不，1000倍。那老家伙算什么东西？敢跟本座的名字相提并论？他连仙姬托付的殉教任务都没能完成，自己先陨灭了。哼！要是那鲛人落在本座手里，早就被抽筋扒皮训得服服帖帖了。台主您莫生气，那林苍兰不是死了吗？再说，就算他没死，他也比不上台主您呢。您现在正是鼎盛之年，前途无量。御灵师之中，名字响当当的只会是我朱灵一人。是。报！台主，又发现了一群青丘余孽。行了，身子骨也松散的差不多了。该去给那帮臭狐狸一点颜色看看，让他们莫再敢试图反抗。
就是他。谁啊？灵双台台主朱灵。乖乖交出灵丹，臣服仙姬，本座就留你们一族活口。你为了讨好顺德，就随意往我们头上栽罪名，逼我们就范。我就算死，也不会向你们屈服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给仙姬当皮料子好了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交出灵丹，本座说话算话。我去吸引注意力，你们抓紧突围！好，什么好？这几个御灵石交给你了，我们去救那个狐女。哎，世子，你千万别硬扛啊！放心，有我在。走。没事吧？你带他先走，这儿交给我。空明，原来是你！你叛出仙师府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，如今竟然跟鲛人沆瀣一气，还来坏我的好事！今天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就凭你，多谢相助，不过我族人还在危难之中，我不能不管他们。我的同伴已经去帮他们了。恕我直言，现在你回去，帮不上任何的忙。你。不过也是我修为不足，保护不了他们。敢问姑娘，可是青丘后裔？今日还是要多谢这位仙友仗义相救。举手之劳。不知道姑娘可否告诉我狐王清玄，此时身在何方？你要找狐王？你找他做什么？我劝你还是不要多问为好。只要姑娘愿意告诉我，我定会重谢。青丘后裔，诚情必还。我可以带你去找狐王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来自何方？所谓何事？这就是你所谓的诚情必还。你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别碰我们少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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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表哥，你是清玄之女。哎，世子，世子，这帮人不知好歹，咱不是过来帮他们的吗？他们把我抓了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，凭空出现几张陌生面孔，谁知道是好意相助，还是处心积虑另有图谋？快放开我们少主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清玄麾下都是这样处事的。你虽与我有恩，但那个朱灵奸诈狡猾，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有所防备。我们和朱灵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如果非要说有，那也是敌对的关系。我们来这儿，只想求见狐王。哦，是你
啊，顺德仙姬下令抓捕的鲛人世子程毅。表哥，你说什么？顺德仙姬已下令抓捕他多时，先前已将画像下发北渊御灵师。我曾偶然看见过，就是他。来呀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我要将他献给顺德仙姬。是。住手！表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听闻顺德仙姬因恼他犯上不敬，下令封禁东海，还处死了蛟王。如今我们青丘一脉衰微，若跟他沾上关系，便是引火烧身。除非我们将他献给顺德仙姬，说不定仙姬一高兴就放过我们了。表哥，将我们迫害至此的是朱灵，是顺德，他是救我的恩人。你怎么能拿恩人的性命去谄媚仇人？即便以此换得苟且偷安，可良心如何能安？苟且偷安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线生机啊！世子，表哥。表哥，长衣世子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恩将仇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长衣世子，朱灵受到挑衅，定会设法反扑。不如请你们随我回狐狸洞暂避。我以狐族少主的身份保证，绝不会对你们不利。流离在外，孤独无依的人，最想念的应该就是家了吧？希望你在孤独无依的时候，它能够让你开心点。长夜，东海都不在了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过得还好吗？千珏，云禾，长意是谁啊？你不是最爱我的吗？难道你又在外面另有情郎了？你是？我是你最爱的阿生啊！阿生？寻寻觅觅千百回，有缘人就在眼前。我知道你对我情根深重，念念不忘，但是你不要因为我而得罪仙姬，我会心痛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